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在澳洲留学了9个月的经历是怎样的。我叫 Catherine， 然后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然后我现在是在澳洲留学。我现在读的科系是医科，就差不多还有1年，然后我就毕业了。所以我在这个影片我都是会和你们分享我在医院，然后在医学院的那个经历是怎样的，所以不同的科系会有不同的经历，然后今天会特别专注在在澳洲的医学院是怎样的，所以我会把我的视频分为3个不同的那个 section， 社交，然后教育还有生活方式。当我在马来西亚决定要不要来澳洲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说来真的去了解澳洲的那个生活方式是怎样，然后它的习俗之类的我也是不是很清楚它是怎样的，因为我是在那个澳洲的 border 海关的时候进来的，所以我其实在还没有进来澳洲的时候，我就有打电话问一些关于 travel exemption 的东西，然后我在通电话的时候，我其实也我就觉得很困难，很难明白他们的那个口音。我觉得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我来了澳洲的话会是怎么样的，然后会不会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其实也很少和外国人接触，所以我是有一点紧张，怕很像和他们谈不过来还是什么。当我一下机场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其实他们真的很友善，然后即使去了医院实习，我也觉得大部分的医生、病人还有那个护士都很友善，到现在为止，我遇到的人都是蛮友善的。我在还没有来这里之前，我最担心的东西就是会遇到好像种族歧视之类的东西。大部分这里的人，他们都会觉得种族歧视其实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东西。在澳洲，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很多很多从不同国家来到这里，留居的人。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东西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些种族歧视的人，在澳洲其实是很少有这样子的东西。如果真的很不幸你遇到的话，其实你也不要太在意他们说的话。其实问题始终都不是在你身上。遇到这样子的人，最好是不要有任何的反应，也不要把这样子的事情放在心上。每一个坐那个巴士的人，他们下了巴士的时候，他们都会和那个司机说一声谢谢。然后我就觉得这边的人都是很好，然后都很有礼貌。说到社交的话，在澳洲都看到一些从马来西亚来这里留学，或者是来这里居住蛮长一段时间了的人。我之前在我的一个 rotation 的时候，就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医生，然后我就觉得哇，有那种很像在马来西亚的感觉，然后就觉得也很好沟通嘛。我个人刚刚开始来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就跟他们本地人沟通的话是有点困难的，就我觉得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不是很习惯说英文，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家都是说华文，然后我也是读华小，然后国中也是读华校，然后我来到澳洲过后，就全部人都是说英文的，那个是我真正感觉到我自己很像遇到了一个挫折的感觉，就那时候就很像不是很敢说英文，就会很 self conscious， 都会觉得哇，我讲的英文如果我的 grammar 讲错了怎样办，然后我的语法我用的字用错了怎么办。很多那些本地人他们都说，其实你说的英文不错啊，都是很清楚，然后我听得明白，然后他们都是很 encouraging， 然后就很一直在鼓励你，这样就不会这样好像觉得自己有什么沟通上的问题这样。就我觉得我刚刚来这里的时候和我现在在这里的时候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有觉得自己很像进步了。所以他们的教育和马来西亚的教育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从小到大都是读华校或者是读政府的学校，他们的教育方式和西方教育方式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很像如果我们没有做完功课，老师就会很像处罚我们。在这里
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们已经把你应该要知道的东西和学的东西告诉你，让你知道了，其他东西就是交给你自己怎样子去安排啊。如果到最后你自己没有去做你应该做的东西，到最后你就学不到东西，所以那个就是你的后果。但是如果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教育方式，你没有做功课，其实我小时候我没有去想我会担心我自己学不到东西。我小时候就会担心的就是，如果我没有做功课，我就会被老师打，就是一个很 negative 的那个motivation。通常这边的人，他们进大学，然后选自己想读的科目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个科目，或者是他们有那个 interest 在那边，他们才会去选。就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个科目，然后很想去懂得更多关于那个科目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很主动的去学更多的东西。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去医院的时候，发现到很多我的 batchmate 就是那些本地人，他们在医院的时候，他们都会去问那些 mentor 和那些医生自己想知道的东西。我就发现到好像我们会比较怕错，所以觉得我怕我讲的东西是错的，不懂是因为怕丢脸还是怕被骂。亚洲人的教育方式和西方人教育方式都不一样。亚洲人小时候，如果你说错东西、做错东西，你都会被惩罚，都会被打、被骂。就我会时时刻刻的去提醒我自己，不要去觉得很这样，不要去觉得自己说错话或者是犯错，然后人家就会讨厌你，然后惩罚你这样。这里的生活方式真的很不一样。我从马来西亚来到这里，我也发现到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很喜欢出去吃东西，因为我很懒惰去自己准备食物，然后我也是不会煮。然后我来到这里，我就开始自己在家煮东西，就饮食上改变了很多。然后我也很少出去吃，因为在这里要在外面吃的话，其实是很贵的。我在这里一个星期花差不多100块钱来买我的那个 groceries。如果你出去吃的话，一餐是至少要15块澳币的，所以你大概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差别在哪里啊。以前我都会觉得在马来西亚15块其实是很贵的一餐，那我来到这里这里是澳币15块，所以那个差别其实是很大的。就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都是会很注重自己的身材，都是想要比较瘦，然后腿很细，然后就整个人很瘦的那种。可是我来到这里过后，我就觉得好像身边人都很高大，然后就开始就会很这样觉得自己很小只，然后就开始健身，开始举重。以前都是比较想减肥。我在 Canberra， 然后在 Canberra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就没有什么娱乐，也开始有很多多余的时间，然后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因为在澳洲，他们都很注重生活，就 work-life balance， 就生活和工作上的平衡。虽然医学院没有给你很大的压力，可是你自己也是要衡量给自己压力，不然你就会很容易跟不上。就你自己也要衡量你自己的那个表现。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妈妈每天和我说，其实你真的很幸运了，父母亲都是很喜欢说我们很好命。然后过后我来到了澳洲过后，我就发现到，当你什么东西都要开始自己做的时候，就煮饭、清理，然后有时候连去买 groceries 去买食物的时候，以前我是坐巴士的嘛，去买食物的时候，有时候要好像买了太多了，然后很难赶回来。如果你这个星期想吃什么东西，你都要好像事先计划好，然后再去超市买那个食物。就其实这些小小的东西，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子，可是当你来到了外国，然后自己一个人要处理这些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如果要加上读书和工作的话，你都会觉得很像特别的累。我记得有几次我会很像来 break down 这样子，我就会来很像有时候去超市买了太多东西，然后要坐巴士要走路回到家的时候真的很重。那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要锻炼我的身体，然后我要举重。我有时候搬到一半我就很气馁，我就
就真的可以明白到自己在马来西亚和家人一起住的时候是多幸运的，在财务上、生活上、学业上，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开始，处理，你就不能有一个人去看管着你，然后帮你啊。那个是从马来西亚来到澳洲留学过后的其中一个很大，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短短9个月，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也领悟了很多东西，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自己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外国留学。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到外国，不管是留学或者是工作，或者是长居住一段时期的那些经历，其实跟你在马来西亚的经历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在下面点赞，然后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会在我下一个影片分享关于更多的在外国或者是在澳洲留学的经历和过程，所以不要忘记 follow。